带走我的心啊，把它藏在心啊。这里是贵州的镇远古城，凡是到过镇远古城的游客，几乎都会对它赞不绝口。这里山河秀丽，民俗淳朴浓郁，人文内涵丰富厚重。这里被誉为世界10大最佳旅游胜地，中国最美10大古城。今天开始镇远古城的深度之旅。镇远古城交通非常方便，火车、汽车都可以到达。我是从建江坐客运车到达的镇远古城，提前订好了客栈。这家客栈的位置非常好，而且很有特色。据说以前这个位置是镇远镖局。看一看我的房间，因为是端午节之前订的，所以价格非常的实惠，只有100出头，还给我升级了房间。看看房间阳台外的风景，太棒了！房间正对着这里最著名的建筑青龙洞和祝圣桥。房间很舒服，本想第一天就在房间休息的，不过看到这里难得的好天气，又想抓紧时间出去玩了。真的好啊，天儿！爬山去。民宿旁边就是石屏山，古城里是有公交车的，非常方便。前面的山就是石屏山，山上可以看到整个镇远古城。大象，公园门口一个大象的雕塑。趁着天气好，准备爬山看一看古城全貌。以前爬过这个石屏山，半个小时就上去了。路上看见一只小猫，别跑，别跑！等会儿我。追了几步小猫，累得气喘吁吁的，感觉还挺累的。已经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古城的全貌了。继续往上爬。现在是大晴天，爬起来还有点热，感觉早上来更好一点，也许还能看到云雾缭绕的景色。到了山上的观景亭，就是在古镇街上抬头看到山上的亭子。明显感觉比上次爬这个石屏山觉得累了一些。下面就是镇远古城，中间的河叫五羊河，河水蜿蜒，向 S 型穿城而过。从空中看很像一个太极图，两岸有很多的传统民居。继续往上走，还有一段古城墙。这段路看着有点陡峭，其实很容易走。这个石屏山的海拔是600多米，看上去还是比较雄伟险峻的。尤其是从古城往上看，这个山像一个大屏风矗立在山中，所以被称为石屏山。这个城墙建于明朝，这里被称为江南的塞外长城，人称苗疆长城。这个城墙的长度是2公里，高大概5米。我现在走在城墙之上，这个位置是城墙的一端，
往后一直延伸2公里。这里也算是一个登高处，最高点可以往下看一看。本来想爬上城墙拍个照，有点恐高了。记得2年前我在这里很轻松地上去照了相，还找到了当时的视频。看一看整个镇远古城的全貌，中间的小亭子就是刚刚爬过的观景亭。以前这里还可以等到天黑看夜景，现在5点半就要关门了。既然晚上封山，就下山。回头看看，就是刚才登上的观景亭。回民宿吃过晚饭，休息了一会儿，准备去这里的新大桥看日落。古城面积虽然不小，但是核心的景区就在新大桥和祝圣桥之间这一段。这个就是新大桥，和我住的祝圣桥2座桥之间大概有800米左右。走上桥，这是桥上看到的风景。在新大桥往这个方向看，可以看到日落的方向。不过感觉来晚了，太阳落山了，但可以看到晚霞和两岸灯光慢慢亮起的瞬间。镇远古城的夜色是非常美的，每天这里都有不少人在这里看日落，看灯光泛起。来镇远古城的人都很喜欢这里的夜晚，被这里的夜色迷倒。这个就是祝圣桥，非常上镜的优美的一座古桥。这座桥建于明代，也经过多次维修。沿着河两岸看一看古城的夜色。祝圣桥变换着不同的灯光，后面就是石屏山，山上星光点点，山顶观景台。我就住在旁边的民居里。祝圣桥这边不但景色美，交通也非常方便，去石屏山、青龙洞最近，而且有公交车。我到镇远古城的第一天，这里河面的水还不满，第2天就开始蓄水了。看古城的夜色，尤其是拍照，一定要天刚刚黑的时候过来。很多人会把镇远古城和凤凰古镇及其他古镇做比较，可以说镇远古城还是有自己独特魅力的。如果把国内的古镇排个名，我一直认为镇远古城应该能排在前5吧。河两岸遍布餐厅和酒吧。镇远古城是不需要门票的5A 景区，而且这里住宿相对便宜，交通又特别便利，所以受到了越来越多游客的喜爱。欣赏一下两岸的夜色，多美！一道亮光曾划过，留住青春片刻。离别很早些花。这是新大桥，大概有70、80年的历史吧。我灿烂的飞过，我孤独的跌落，都有你。像一片爱人。大桥脚下有很多的美食餐厅。我曾经彷徨疑惑，不想变
成粉末，也曾经莫名执着，不顾生活结果。去新大桥的另一端走一走，我想要成为你，却怕失去自己，你懂得，我是由我自己雕刻。这边有很多的酒吧，这边有一个非常高大的阁楼，远远的就可以看到，非常的醒目，所以特意走过来看一看。镇江阁，夜晚的镇远古镇随便拍照都是一幅非常美的画面。据说看镇远古城夜景最好的方式是坐船游览，不过第一天到的当晚游船还没有开放，如果开放就体验一下。现在走回了客栈，抬头看石屏山上点点星光。昨天很多人问我客栈的名字，大河关驿站。这个客栈比较古色古香，但它并不是木质结构，所以住起来还是非常安静舒服的。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洗衣机洗衣服。镇远古城的住宿我觉得不贵，非假日期间几十100多的很多。我这间属于比较精品的民宿了，确实是观景最好的位置了。明天准备去没有去过的地方，镇远的五羊河。这里是贵州镇远的五羊河风景区，这里山色水韵，风光迷人，兼具了刚与美、雄与秀、朴与巧、贤与仪之美。五羊河景区是国家4A 景区，在这里可以坐船游览，全程18公里。今天来到了五羊河风景区，这个五字可以3点水，也可以不带3点水，现在通用了。景区的门票现在半价20元，但是一般来这里都坐船游览。从景区入口到码头大概有800米的路程。进入景区，一下子觉得这里很美。峡谷两边的山属于喀斯特地貌，抬头看每个山形都挺漂亮的，还有不少的溶洞。前面的一座山上有一个天生桥，走过长廊，前面就是码头了。这个位置看天生桥更清楚。这里的游船都是比较大的游船，整个坐船游览的时间是3个小时，将近20公里，船票是100元。这个时期虽然游客不多，但是船都正常运行。现在坐船准备出发，一起跟我游览一下这个美丽的五羊河。游船五羊皮石岛，它分为楼上楼下2层，一次可坐180人。天生桥它是一种地理现象。船上配有一个讲解员，沿途有20-30个景点，都会详细讲解。从码头往前要开几百米，才能够真正进入到五羊河。这个景点叫唐僧取经。
上面有师徒3人。前面挡在面前的一座山有一个图形叫破镜重圆，是破镜重圆。整个五羊河景区两边的山都是喀斯特地貌，所以形态各异。前面这座山上像有5个老人，叫五老峰。太阳出来看啊！来了这么多天，今天看到太阳。船上的游客看到了太阳和蓝天都非常高兴。确实，在贵州如果遇到好天气来游览这些自然的山水是非常幸运的。这里的自然风光很像是小三峡，其实也可以把它当作长江上的一个小三峡，因为五羊河最终流入到长江的支流沅江上，而且这里的山更加奇丽俊秀。前面这个凸起的叫将军柱。在中的前方，我们看一下后面非常开阔，分为上游跟下游，右边是上游部分，左边是下游部分。到这里才真正到了五羊河，右边是上游，左边是下游。右侧是上游，游船要先向右边游上游，然后返回再游下游，一共18公里。30米的这片石壁，它以黄颜色为主，略微的偏红，中间还带有一点点咖啡的颜色，金枝绿叶或烧焦的模样，不明思议。火烧赤壁。地貌与喀斯特地貌结合所形成的，两个地形合为一体。这个现象呢，在地理上也是非常罕见的，相当有研究价值。现在先前往上游游览。现在经过的叫坐井观天，几座山峰围成了一个圈儿。在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是长寿村，是捕鱼为生的，世世代代都生活在五羊河的河岸边，是五羊河里的原住民。整个村寨也不大，一共只有24户人家，139户人，当然却是镇远县唯一的一个长寿村。因为这里的空气非常的好，空气中含负氧离子非常的高，所以村子里的平均的老人年龄都是80岁以上的。这山上应该也有不少药材吧？各位朋友，我们看一下左前方，左前方有一块石柱，它独自的立在河面上，觉得很唐突。姜太公钓鱼，左边的那一块石柱是姜太公钓鱼。大象。前面的一群山里好像隐藏着一只大象，看得到吗？大象饮水，形状好像是大象在饮水。象，大象饮水。这片水域非常开阔，像是高峡平湖。船在这个大象饮水的地方准备掉头了。这个五羊河景区非常的凉爽，很适宜避暑。看，这个游船还是很大的，说明这个五羊河还是非常宽的河。这个河中处理的石头就是姜太公钓鱼。
船缓缓地向前开进。据说当年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曾经路过这里，写下了镇远道中的16句长诗，来赞叹五羊河的奇秀山川。看眼前的山色水韵，风光多么的迷人。这里的地貌因为是喀斯特为主体，所以山形都非常的美。山水风光既刚又柔，既雄又秀。这里因为是高峡平湖，所以水是非常的深，平均水深就有60多米。流长江呀？知道流到哪个长江哪个支流？沅江。沅江。沅江入洞庭。船上的几位游客看到这美丽的景色都非常的兴奋。现在又回到了这个三岔路口，这里的水面非常的开阔。从这里往前就是五羊河的下游。水面上山的倒影非常清晰。五羊河也算是长江流域上的一个支流中的支流，所以这段漂亮的峡谷风光，导游说也叫小三峡。整个五羊河的长度是400多公里，前面这段有很多的瀑布飞泉。这个瀑布叫三叠水，有3段飞落江中。来镇远旅游，坐这个大船游览五羊河风景区，几乎是必选的线路。这段流域确实很美，很值得过来。近现代也有很多的名人，包括领导人都来过这里游览，对这里赞不绝口。从这里往前再拐弯，就可以看到五羊河上最标志的景点孔雀开屏。它是2根石柱子拼成的，白的是孔雀头，高的是孔雀旗，而后面就是一座湖心的山，刚好都跟孔雀都长得大尾巴。这飞喷屏呢，那也漂亮的特别自然。这个船是完全的停下来给大家拍照。各位在拍照的时候呢，不能进来慢慢孔雀开屏，非常危险。船的家长要1对1在路。这个孔雀开屏的石柱也非常的高，在这里拍照留念一下。这个就是五羊河最标志的景点孔雀开屏。这个景点也是五羊河景区游览的一个终点，开始往回返。整个游船的时间是3个小时，100元的船费，我觉得还是物有所值的。明天继续行走镇远，感受这个千年古镇。请明天继续欣赏镇远的文化之旅。镇远古城历史悠久，从公元前200多年设县开始，到现在已经有2300多年的历史。虽然现在看到的古城是不断的扩建翻修，
但是城内外仍然保留了不少的古建筑和传统民居。尤其是镇远的民居建筑中，最绝的就是歪门邪道了。今天带大家转一转这里的歪门邪道，看一看这里的古民居。现在来到的是四方井巷，一个小巷子。这里因为巷子里有一口方井而得名。小巷里有很多民居，但凡是开在小巷道旁的各家大门，绝不会与小巷平行或者垂直，小巷也绝不与大厅正对，而都是有意的将门的朝向转一个角度，斜对着街道。古巷中有好几家非常知名的大院儿，前面这个叫傅家大院儿，一起进去参观一下。据说他们家还有一件宝物，价值上亿的金丝楠木床。就是如果讲是您来讲是吧？为了了解的仔细，请了个解说。你到这个大门口的时候啊，首先看到的就是上面有4个字“封堂昭泽”。封堂昭泽是吧？哎，那个是读昭，不是读明啊，很多人读成明泽了啊。傅家大院是全城唯一的一户大户人家，经历了清朝、民国、土改、文化大革命，一直传到现在第9代，主人没有改变，房屋从来没有翻修，只有这么一家。清代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什么样子的。首先跟你说一下何为歪门邪道。我们当地的歪门邪道讲的是风水。歪门它指的就是旁边这一扇大门，这扇大门为何叫做歪门？因为不是修建在主要建筑物的中轴线上，开在旁边的大门叫做歪门。这扇歪门不能乱歪，必须由风水大师根据建房人的生辰八字推出门顶上乾坤卦的朝向开的一扇门，叫做歪门。这里有个八卦图，那么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呢？正好是东南方向，意思就是紫气东来的意思。先有歪门，后有邪道。我们外面走的那些巷道，那不叫邪道。在清代的时候所指的邪道，是我们脚下的这条路过去，然后再从那边那个台阶走上去叫邪道。为什么会把边上的这条路叫邪道呢？因为在200多年前，仆人、丫鬟命不好的人进了歪门之后，低着头沿着墙角走的一条道路，称之为邪道。而这条路呢，是主人家达官贵人才能走，所以在这个院子里就形成了尊卑之分2条道路。这里上去的梯步，你刚好进来应该都没注意到，一共用了多少步台阶呢？那时候用的数字是有讲究的，不能乱用的啊。很多游客都会数成是9步，但是呢不能用9，为什么？9代表皇帝，那可是掉脑袋的。您看最上面只用了一个半级，8级半台阶，就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级别。因为傅家祖辈是在朝廷当官的，后来弃官从商之后，后代为了讨生活，就扛着墙壁上的这2根扁担，从江西的南昌一路走到这个地方做桐油生意，发了大财。后来在清朝道光年间成了当地的百富之首。这个讲解员讲解得非常仔细。上面这块金字匾呢，4个镀了黄金的大字“良弼名家”，什么意思呢？良就是好的意思，弼就是辅佐君王的意思。那么这4个字连起来的解释就是辅佐君王的良臣之家。上来之后呢，我们先看门板上的雕刻，再进里面参观，因为这些雕刻太有意思了。这几扇门叫6合门，数过去一共有6扇，也叫它6扇门。门板上所有雕花全都是200多年前木匠纯手工雕刻出来的，没有任何一处是后来翻修的。您发现一个问题没有？下面门板上一共有6幅画，每一幅都不一样，除了美观之外，每幅图里面都是有寓意的。那么这些图案到底讲什么呢？请看第1幅图。这幅图主要是讲一样东西，我们最喜欢的什么东西呢？钱。你看，一棵摇钱树长在瓶子里，瓶子下方有一头回头鹿，这回头鹿取谐音指的是俸禄的意思，就是说
只有朝廷发得出俸禄，国家才会平安。国家平安之后，还要靠年轻人继续努力。但是努力的这个年轻人还需要有一个平台，所以古人都知道平台很重要，现在也一样。年轻人就借助平台，用双手抓住摇钱树，努力的再去摇，这钱就一串一串的掉在自己身上来。只有自己身上有了钱之后，才会狮子滚绣球，报喜进家门。这是一个家，这就是第一幅画的意思。有了接班人之后，就要告诉他，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要读书。只有读好了书，受到了教育，才会大富大贵，飞黄腾达。只有努力学习，越过了龙门，才会变成一条龙。要是不努力学习，一旦落榜了，跌下来就变成一只虾。一个家庭首先要保住平安与和谐，然后共同去争取名利和俸禄，逐步的积累，家庭才会幸福。用我们现代话说，就是家和万事兴。左右两边这一双凳子，其他地方没有了，这是清代的琴凳，因为整个造型像一把古琴，所以叫琴凳。左右两边4把椅子全都是清代太师椅，200多年前就这样摆设，一直保持原貌，没有改变过。清朝发现中最贵重的地方，这一块石头不是大理石，也不是玉石，这个叫云石，广东4大名石之一，产于广东的云浮。当年富家购买这块云石，主要是看上有中间这幅图案，黑色的一片过来，很多人以为搞脏了，并不是，这是天然形成一只飞翔的动物。什么动物呢？蝙蝠，有点像。两边是翅膀，中间是身上，这是尾，这是头。因为蝙蝠的蝠跟幸福的福构成了双福的意思。往后面走。抬头看一下上方，又出现一个天井了。这种建筑不是我们当地建筑，这是典型的徽派建筑，形成了景外景的一幅画面。天井里可以看到外面有风景，外面的山仔细看一下，像不像一把扇子？天然形成富家院落一块屏风，所以很多人就说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后面有靠山。现在富家第7代的2位老人家，2口子70、80岁了，就是住到上所这一间，只有这一间我们不能参观，因为这100年老宅要有人住才会有人气啊。好，跟我听这个。民国书桌上的2个瓷器，光绪年间的青花瓷，由于2个青花少了一个盖子，不值钱了。就算2个青花的盖子还在，再怎么值钱，也比不过身后的这张床。你看到的这张床是双层镂空楠木床，看上去反光，因为上面全部镀了黄金，所以才反光。就因为这是一张楠木的，所以在这栋古宅里面啊，永远都排不了第一。还有一张金丝楠的，我们等一会儿去看。首先来看这张楠木床的雕工，中间这一排一块楠木雕刻了2层花纹，您看那里面雕一层，外面又雕一层，叫双层镂空雕。下面雕刻一层的这个叫透雕，并且里面还雕了很多的吉祥物，就像这里有貔貅，还有凤凰，这里还有回头鹿，您看那里还有金丝雀，中间那里还有麒麟，全部雕在里面。在200多年前，整张床里最值钱的地方就是这2颗白色的，当时比钻石都还贵。什么东西呢？如今送给我们都不要了啊，非常的普通，是2块玻璃。因为200多年前我们国家没有玻璃，富家花重金去法国进口的2块法国玻璃，但是现在不值钱了，反过来这片纯手工的雕刻更加值钱。这幅图案是出自我们看电影《西厢记》里面的人物，每一个人的身上全是镀的老黄金。还有脸盆是清代的铜盆，因为常年没用了就氧化了啊。这个房间呢是清代的时候啊，是儿子跟大儿媳的那个婚房啊。整张神龛的造型像一只蝴蝶，因为蝴蝶是我们当地苗族的图腾，
您看下面还雕了2个牛角，也都是苗族的代表。所有的雕刻也全都是镀的老黄金，包括你看到的财神和寿星2位神仙身上的土漆也有几百年了，还这么鲜艳，没有变色啊。好，上面的这块匾是清朝同治8年的时候，富家考了一个秀才外甥孙送的一块贺匾，泮水留香。那个时候的秀才啊，没有国家俸禄，但是有3个待遇：种地不上税，见官不下跪，犯错不打板子。所以在我们当地来说，哪家考了个秀才也不得了啊。这个水它指的是古城的那条河五羊河五水，留香指的是书香门第要像五羊河水一样源远流长的意思。现在来参观这个神秘的宝物。你看到的这张床才是真正的金丝楠木床，现在价值1个亿人民币。这么值钱的主要原因你应该比较清楚，它的木材是按克来称的。除了木材按克来称之外，主要是它的工艺失传了。这是5层镂空雕金丝楠木床。除了镂空雕有5层之外，先数一下它外面这个层次也有5层。你看，上面下来有3层，第4层在左右两边，第5层在最下面。200多年前，请木匠就到这个房间里，整整花了7年时间才完工的一张床。仔细看看，价值上亿的床。当时让木匠最为难的地方，就是中间长方形那一块，是用1块金丝楠木从一个平面往里头雕了5层花纹进去。每层花纹不一样，有的地方就像针一样的细，一不小心就会搞断的。在这种难度下，还把麒麟和凤凰雕在最里头，像这种工艺在我们国家早已失传了。两边的圆有4层，两边的长方形有4层，只有中间那一块雕的是5层。2001年的时候呢，北京故宫博物院在搞百床大展的时候啊，这是我们全国独一无二的工艺，北京故宫的没有这种工艺，现在故宫还是没有，当时估价是2000多万。整张床的设计是按照当地苗族风格设计的，所以它的造型就像苗姑娘戴的头饰一样。很多人就问我，当年富家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打造一张床有何意义？我问了富家第7代老人之后才明白，他老人家告诉我说，是为了炫富，没有什么意义的啊，就这么简单。好，那我来这边。好，这一间是书房，是县政府用来接待省级以上的领导开会的地方，现在也一样。接待过哪些重要人物呢？就像国家前任主席胡锦涛来了2次，坐的椅子就是那一把明代的将军椅，秋雨都落过这里。面前这一块贴金的这个叫插屏，插花的插，屏风的屏。插屏的主要用途就是装饰品，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这张书桌光绪年间的，用的是北方的老榆木，我们经常说过的榆木疙瘩，就这个木材，价值比不过2个笔筒，这个是小叶紫檀，那一个是大叶紫檀。上面小叶紫檀上面的这个纹路啊，就像高山流水一样，叫做火焰纹啊。大叶紫檀呢不是很值钱，跟它在一起不是一个级别的。管家上去啊看富家商船的，现在看不到了，前面建高楼了。很多人问我，富家下人住哪里？住在西院，以前这里有扇门，直接过去的。后来富家败落之后，就把东院一片和西院给卖了，最后就把这扇门也封了。要是不卖的话，就完蛋了啊！土改那一年，买富家2边偏院的那户人家，后来就被打成地主给批斗了，而富家呢就被评为下中农。后来别人就说，这个地方风水才是最好的，该富的时候比谁家都富，该穷的时候又比谁家都穷，才把这里一直保存了下来。听了导游的介绍，是不是对歪门邪道有了新的认识呢？古巷里还有一些大院作为民宿和餐馆来经营。这是一家老字号的餐馆，进去吃点小吃。这家最知名的是豆腐脑，不过我还是更爱吃北京风味的豆腐脑。这个视频就介绍到这里，下期继续镇远之旅。在房间叫的外卖，
这次来镇远古镇属于休闲游，已经待了几天了，每天都可以在阳台上看到对面的青龙洞。这是一组建于明朝的古建筑群，青龙洞的旁边就是这个祝圣桥，同样建于明朝。这一片建筑造型非常优美，所以每天都成为大家拍照的打卡地。镇远古城作为5A 级景区是免费的，但是里面也有几个收费的景点，青龙洞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青龙洞古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原洞，然后向右走是吧？然后走到文公祠，不要往下，就一直往下。这组庞大的古建筑群贴崖而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贴崖古建筑园林。到这厨房、观音殿、女主殿，然后走女主殿这边过来以后，你看它这边门票60，一共有30多处建筑。去青龙洞参观，不但可以看到这里的建筑，还可以登高望远，看到整个古城的全貌。一起跟我来参观一下。青龙洞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儒、道、佛3教合一的典范之一。首先来到的这组建筑群是中和禅院，这是大雄宝殿。这个位置就在祝圣桥的上面，主要建筑有望星楼、大雄宝殿，还有中原洞。这里千佛眼。溶洞与寺庙合而为一。远处山尖上的亭子就是石屏山的观景亭。也许这里门票有点小贵，很多来镇远旅游的人都不舍得来这里参观，其实是非常可惜的。这是文公祠，这里面供奉的是文天祥，供奉文天祥的。因为这里曾经是山西会馆的一部分，文天祥是山西人，所以把它供在这里。经过文公祠之后，前面就是第2组大建筑群紫阳书院。这个就是紫阳洞、紫阳书院。紫阳指的是宋朝的大哲学家朱熹。全国好像有不少地方都有紫阳书院。这个紫阳书院在明清的时候有很多人来这里上学，还出了不少秀才。女孩子没有机会上学的，只有男孩子，而且家庭是条件非常好的才有这个机会能上学。但是就是在这个又小又艰苦的学堂里边，当年是出了3位翰林和18位进士的，就是这个学堂里边啊。我们面前的这座山呢，叫做中和山。青龙洞的36个建筑全部建在这座山的半山腰上面。这座山的山顶呢，上面是一块平地，以前是贵州最早的一所大学啊，在以前的时候它叫做文明书院，上面还有一个学校在上面。在紫阳书院这里有3个建筑，这是圣人殿，供奉的是孔子。这是一个3层楼，去楼上看看。这个地方视野比较开阔了，可以看到镇远古镇的一些建筑。上面还有1层楼。这里供奉的是3清祖师。青龙洞是儒道佛3教合一，是中国不同宗教同生共长和谐的楷模。所以这里的建筑包括了佛教、道教、儒教。我估计也是因为这里环境太美，位置又好，
这里所有的建筑都是依山势而建，属于贴崖的建筑。这些古建筑和自然山水和古城的民居构成了很美的图片。看看五羊河里还有划龙舟的。在镇远古城有2个地方可以登高看古城，一个是石屏山，一个就是这个青龙洞。石屏山需要爬山，这个青龙洞相对上来比较容易。继续往前是青龙洞的吕祖殿，供奉吕洞宾的观音殿。旁边看到的是观音殿，这个位置高度又高了一些。来看看这个殿里供奉的是谁。他当年的年底就回来看。这个药王殿里还有2个重要人物的画像，看到这个对联，其中一个是本地当官的，导游正在讲他的故事。上面说的是瓮中天，洞中仙，谁叫这石头未经混沌先开窍？意思就是夸他没有经过开天辟地，便做到了一品大官的位置了。但是下联却是骂他的，下联说的是马蹄云，反脚雨。你看了溪水溢出，江湖不问津，就把它比喻成马蹄下的云，反脚下的雨，微不足道，还把它比喻成咱们这的五羊河的河水一样，一旦进入洞庭湖一带，便不再多闻家乡的事情。其实当年他看到江湖2字的时候，就知道是骂他的了，因为他刚好那个时候在江苏湖北一带做官，他当时并没有生气，因为宰相都有人撑船嘛。他是回到家以后，把家里所有的书，还有家里仅有的4000两白银全部捐献了出来。导游讲的还是非常生动的，如果想多了解历史，可以听一听导游的讲解。青龙洞寺，这个是观音殿的顶层，这个位置观景又高了一些。从观音殿旁边往上还有一组建筑，就是玉皇阁，也是青龙洞的最高建筑。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铁崖挑梁式的建筑，它下面没有任何的木质支撑。玉皇阁线上20，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悬空寺了。而且木板都没有支撑，这个大胖子，所以上去的人是需要限制人数的。就是陕西的衡山，还有就是天数的淡水甘肃的天水。是西南悬空寺，这算是中国3大悬空寺之一，其他2个是衡山的悬空寺和甘肃的天水。从这里进去就是玉皇阁。哎呦，磕死我了！差点磕破了。都是建在山崖山洞之上，这里就是真正的青龙洞，也是整个古建筑群的最高点。上来简单看一看。先登高看一看整个镇远古镇。
这里面看一眼就行。没有电脑，没有电脑。这个就是最高建筑玉皇阁。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看到没有？这个建筑看得很清楚，它都是靠依山而建，没有破坏山体的一滴的啊。好，我们进去。看这些建筑和山体融为一体。这个庞大的建筑群一共有36个建筑，如果仔细参观，大概至少需要2个小时。最后这个建筑群是万寿宫，以前这里是江西会馆。里面还有一个大戏楼，这个是青龙洞的出口了。整个青龙洞不但可以了解一些历史，还可以登高观景。镇远古城除了青龙洞，还有不少的历史古迹。接下来去这里的天后宫看一下，路上看到有结婚的。天后宫在古城的新中街，这里有一个近100级的台阶，一直延伸到河岸的码头。这个天后宫是清朝同治年间由福建人捐资建造的，殿里面供奉的是海神妈祖，所以也叫妈祖庙。全世界有不少海边都有很多的妈祖庙、天后宫，但是在内陆设天后宫是不多见的。里面有一些关于镇远的一些简单历史。基本是和水上运输有关的。这个天后宫不是很大，但是里面的建筑工艺还是非常美的。这是古城大街上的一张地图，里面详细标识了镇远古镇的一些历史景点。这个是镇远博物馆，免费的。如果不想花钱，又想了解一下镇远的历史，这里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镇远具有2200多年历史，自古这里就是商贾云集之地，是黔东政治、经济、文化、物流的集散中心。这里积淀了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有众多瑰丽的文物古迹和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镇远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五羊河、铁西风景区、青龙洞古建筑群，这里还有历史遗迹和平村，还有镇远阜成环。所以当你在镇远游山玩水、休闲娱乐的时候，也可以来这里了解一下这里的历史。在镇远住了几天了，感觉非常舒服。这里住的比较便宜，吃稍微贵一点点。我这顿晚餐59元。最后从空中欣赏一下千年古镇镇远古城。在镇远的最后一晚，坐上画舫船，来一次古城水上游，非常悠闲地看尽两岸风光，充分领略镇远古城2000多年的历史和时代风貌。
外卖吃了饺子。这次在镇远停留了5、6天，每天非常悠闲。古城7点半，全城的灯光会亮起来。今天是在镇远古城的最后一晚，准备去坐船游览一下这个镇远古城。现在是7点半，这里晚上的夜游游船第一班开船时间是8点，准备往码头走。这条街每天反反复复的走了很多趟。夜游的船是在雨门码头，船票80。这个时候天色是最美的。上船，开启一场镇远古城的梦幻之旅。现在船驶离了码头，一起欣赏下镇远的夜色。坐在船上静静观赏。这个船从雨门先开往新大桥。整个镇远古城里有很多的古迹，其中有8大会馆、4洞、8祠、9庙、12码头。另外还有古城环、苗疆长城、吴王洞、4宫殿、古井、古戏楼，一共有200多处名胜古迹。现在画舫游船即将穿过新大桥。来镇远的第一天，曾经站在这里的桥头去看日落。这个新大桥建于1944年，这个桥可以通车，目前仍是镇远古城最重要的一座交通桥。游船所游览的这条河叫五羊河，从城内自西向东呈现一个 S 型贯通全城，也形成了9山抱一水，一水分2城，山水与古城浑然一体，天人合一的独特的太极图案。河边的古民居、古巷道、古码头都保持着明清风貌。很多中外游客把镇远古城比作东方威尼斯，所以来到东方威尼斯一定要乘船游览一次。尤其是这里的夜景实在是太迷人了，比威尼斯还要漂亮很多。凡是看过镇远古城夜景的，都被这里的景所迷倒。这里曾被评选为世界10大最佳旅游胜地，也被评为中国最美的10大古城之一。现在看到的是镇江阁。晚上的镇江阁的阁楼非常的醒目耀眼，真的是太美了。船在镇江阁这里会掉头，现在重新穿过新大桥，前往祝圣桥。这次在镇远古城停留了5、6天，但也只是游玩了主要的景点，还有一些小景点也没有去到。
但凡是去到的地方都给我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比如去的五羊河风景区，坐那个大船欣赏小三峡非常美，还徒步了石屏山和铁西风景区，看桥上有一个弯月。另外这次赶上了端午节，看到了这里盛大的龙舟表演。这是两岸有很多的餐厅。我个人感觉镇远古城的住宿是比较便宜的，100左右的住宿非常多，比较适合在这里待个3、5天，来一次休闲游。这里也有不少的美食，只是可惜我不太吃辣。继续欣赏古城的夜色。坐船夜游古城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可以非常安静悠闲地坐在船里欣赏两岸风光。因为就住在桥边，每天都可以看到这座美丽的古桥。后面星光点点的就是石屏山。如果登这个石屏山，建议早上来比较好。你是岁月长河，星火燃起的天空。我是仰望着，这是我很喜欢的青龙洞。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我个人的体会是，镇远古城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这里被誉为传统文化的迷宫，集文化名城、名山丽水、自然文化、民族风情于一体，因此也被誉为完美的山水古城，难得的度假胜地。这两天看到很多网友留言，问镇远古城是否适合避暑旅居。我个人体会，这里毕竟是旅游胜地，好像没有那种包吃住或者民宿自己可以做饭的合适地方，所以我感觉玩几天可能更合适。看，多么让人惊艳的夜色！下一站前往狮扁。